这个地方感觉还不错哈，专门做了一条江边的骑行道。别说这个桥下啊，这些绿地上面还有一些船，以前应该都是在水里的，现在呢把它放到了岸上啊，就变成了一家家的小店。现在来到了这个叫西江美岸文创园了，过折流芳坡亭，这个水还是很漂亮的，显得还是蛮干净的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一次来到江门了。这个边上就是我的左侧这边呢，就应该是西江岸边了啊。刚刚我从前面开过来，就看到这边有一座大桥，大桥边上呢，就是现在我经过的这片休闲的区域。用了很多这种集装箱改建而成的，应该都是一家家的店铺吧。看到有很多麻将桌在这里啊。这个地方我看前面写着叫江顺9.9，应该是江边的一处休闲区域。今天呢，我跟家里人呢开着车经过我身后的江顺大桥啊，顾名思义就是江门到顺德的一座大桥。然后我就看到这边已经在西江边了啊。我们目的地是鼓楼水乡，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的距离。那我就在想呢，让我家人开车去那个水乡啊，我呢就在这边在骑行转转啊。这边竟然还有一艘船新塘江号，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啊，看看能不能直接去到江边去骑行。这个地方感觉还不错哈，专门做了一条江边的骑行道。现在我先向相反的方向骑一会儿，然后我再倒回来，顺着鼓楼水乡那边而去。这边本身都是有一些店的啊，但是好像都没有开门。现在我的左侧呢是开阔的西江，现在这条堤岸马路应该就是西江的大堤了。西江经常会发洪水的，但现在呢看上去特别的平静啊。我觉得我也不去那么远了，就从这边掉头。现在我面对的呢，就是刚刚我开车经过过的江顺大桥，这边呢就是江门，那右侧桥的那一端呢就是顺德。我今天走的是顺德的马路过来的，如果走高速的话呢，可能很早就到江门了。好，今天我就意外的在江门，在西江边，从江顺大桥呢开始我的骑行，经过15公里就会到达鼓楼水乡。鼓楼水乡呢是这边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乡，可能很早以前去过我都忘了什么时候去的。那还有一个跟它出名的就是冯锦水乡，
我们去过很多次了，也跟大家拍过视频分享过。但这个古老水乡呢，因为是很早以前去过的，估计从来没有拍过什么视频。今天呢，我先骑到那边再说啊。把这一段西江边上经过这个江顺大桥的这一段呢，先跟大家来做一番分享。你看这个左侧呢，就是我刚刚穿过来的一片休闲的区域。虽然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生意可能要等到特殊的时候，节假日才有生意做吧。还有一个什么江顺大舞台，可以点歌，就是一首歌好像8块钱这样子。这个头顶上呢就是江顺大桥，也是有路可以上去的。别说这个桥下这些绿地上面还有一些船，以前应该都是在水里的，现在呢把它放到了岸上就变成了一家家的小店。好，那我就开始这段江岸的骑行了有10多公里，应该可能有个接近1个小时吧。还有开着摩托车过来的。回到广州以后呢，就感觉天气比较湿热，今天应该也有30度左右。那就在祈福新村我住的边上呢，骑行了几段，但每次出来呢，真的都不是特别舒服，因为气候的原因。但是呢，现在骑到了江门这边，我就感觉这边好像江风习习，感觉好像舒服很多，而且有开阔的景观。再加上呢，这段路好像从来也没有骑过，所以可以挑战一下，顺便的望望江。这个西江的风景是很美的。当然，西江的江堤或者知名地方我们已经去过好多次了，去过好多个这种知名的地方了。但今天这段路呢，应该是比较新鲜的一段。西江非常之开阔看上去真的风光无限的感觉。我的左侧呢就是一条公路，我的家人就是开车通过这条公路呢，前往古老水乡大概就是20来分钟。那我这边骑过去呢，稍稍费点功夫这条路上汽车也是可以开上来的。左侧有只小牛在吃草。我看这个堤岸的下面有一些简易的码头。
看啊，这条路呢，专门做成了一条骑行道，每隔一段路呢，都会有一些可以让大家休闲、休息，甚至喝些饮料、用餐的地方啊。不过呢，看上去经营不是特别好，有很多这种小店呢都是荒废着的状态，估计也没多少人到这边来骑行嘛。你看现在这条马路上就我一个人蒙头在骑车。但是今天天气不错啊，阴天，时不时会出点太阳。主要是骑行的过程当中呢，还是有江风吹来，我感觉好像比较舒服。前面有一个叫什么大亨古庙，看到这些离江比较近的地方有些平台，很多人还是会把车停在平台上面，或者钓鱼嘛，还是干什么，也是一种休闲活动吧。我觉得现在广东省内啊，整个珠江三角洲这边呢，有很多河道啊，在各个地区的有关部门努力底下，都把它变成了骑行道或者绿道，供大家跑步啊、休闲啊，当然主要是骑行。那如果能够把它再准备的好一点啊，我觉得完全可以一个环珠三角骑行比赛啊，可以把它分成专业的公路车，也可以做休闲的一段段的骑行，就像我骑的这种小单车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体育项目，也会带来更多的知名度吧。我听说在遥远的大西北啊，在青海湖就有这样的环湖骑行。在这样的没人打扰的河边的骑行道上骑行，就真的心情非常放松啊！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要去到某一些可以或者说适合骑行的地方呢，就会毫不犹豫地骑着我的小单车向前骑段啊。当然有时候开车和家人出行了，当然也要顾及到家人的感受，不能一个人自己去任性而为啊。所以有时候会做些妥协，但是呢，也请家人呢尽可能的有所担待啊。确实骑行的道路虽然很多，但是这种没有骑过的，就骑得让人愉悦的地方呢，还是不应该错过。我觉得骑行道像这样就好，你看啊，边上都是一些野草、芦苇丛，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长得比较好的树，但是没有遮挡呢，反而就可以
看到江里的景色非常开扬，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很不错的。哦，这个有才有个人开着车到下面去，从下面上来。今天呢，从番禺经过顺德，走了一段佛山的道路，辗转来到这里了。今天呢，我没有选择高速公路，就走的普通的马路。我感觉这些普通的马路感觉更舒服啊，因为呢，更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农村的景象。也会经过很多个城镇，看到这些城镇呢，离广州、佛山市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发展的比较好，但是一旦远离了，比方说开车出来大概1个来小时呢，就感觉比较原生态啊。我相信当地老百姓呢望眼欲穿，恐怕这辈子也未必能等来开发这种变成城区的愿望。那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发现这条路上有半马的 course， 也就是说半程马拉松是在这条路上跑步的啊。这个应该是江门组织的活动吧。那我觉得这就跟我刚刚想到的变成这种赛车道啊，进行自行车运动比赛，这个想法应该是一样的吧。北海江畔，这里有个这样的牌子。你看啊，这个右侧呢都是应该被整理过的，但是又是半原始的一种风貌的浅滩。大概西江这个水涨潮时候会没到这个地方吧。左侧也有很大的停车场啊，这停车场应该都是不用花费的。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啊，就是鼓楼水乡这块地方呢，应该在明朝，有一个地方的官员组织大家围垦，之后就把那些滩涂呢变成了良田或者鱼塘，所以呢，这个水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距今据说有600来年的历史了。我觉得中国人一向是人定胜天啊，而且老百姓呢，如果团结起来，经过一些年的努力，是可以改天换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提醒到那个已经有了500-600年以上历史的水乡，去看看啊，水乡里面现在的模样。除了有当地人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外呢，那么它也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区域啊，就人为的造了一些古镇、商业街道等等吧。我们到那边呢，再跟大家来分享。
我看到这个左侧有一座山，一座山上面呢有宝塔，应该是9层宝塔还是多少层的，蛮高的吧。左前方应该是个工厂啊，不知道是跟能源还是什么建筑材料有关的一座工厂。然后右侧家里面呢也停了一艘货轮，边上呢有一个小岛啊，前面呢看到有一条大桥。这个左侧这个工厂啊，好像还在使用当中吧，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了。但也听到有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做水泥啊之类的这种工厂呢？左侧这边有一家江边饭店啊，有当地村民开的一个小饭店。我看前面有一座大桥啊，但我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大桥。这个附近呢有些大的塔吊，应该都是搬运这种建筑材料啊，这样的装置。现在从这座我也没看到叫什么名字的大桥底下经过。真的是没看到这什么桥啊，我回去再查一查。这里看到一块牌子指着往左去呢叫黄宝坑，往前走就是鼓楼，那我肯定是要向鼓楼骑过去啊。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一个摩天轮，不知道什么人会来坐这个摩天轮呢？右侧是一家火锅店啊，这边很多房子都在重新装修。西江美岸文创园在这里，现在到处都有这种文创园啊。
现在来到了这个叫西江美岸文创园了。本来想下去看一看，但是保安还不让骑车，只能把车放在上面，我就懒得下去了。这边还搞了一列这种绿皮火车，估计也是开店用的吧。这边还在进行重建，还是建设过程当中啊，把以前的一些老旧建筑呢改造一下，把它变成江岸的一片休闲区域吧。但不知道最后结果会如何呢？这一片地方还挺大的啊，整个改造下来应该也是花费不菲的。从我刚刚开始骑行的地方过来，好像已经骑了半个来小时了。我不知道到古老水乡是不是还有差不多这样的距离。看来这片的江岸呢，并没有得到太好的重建和美化。前面有一座桥，鼓楼是应该上桥吗？我这边看一下地图先好好看了一下地图啊，还是应该上桥。走过沙坪河大桥，就是眼前那座桥。我的右侧是鹤山港，就是鹤山这个区的一个港口啊。好，现在我还是往上骑吧。这条桥上呢还是有专门的骑行道，我就在骑行道上向前骑行。桥下这条水道呢，应该叫沙坪河，因为这桥叫沙坪河大桥。我看左侧，左前方啊，起了好多的高楼了，应该是一片新城区。骑上了这座桥，现在顺坡而下。看来这边确实有一个港口啊，还有很多集装箱，所以这是鹤山港。
差一点被我身后的这条进港的马路所迷惑啊！我应该还是要直走才对的。鹤山西江大堤，右侧有一家面粉厂，鹤山东坡面粉有限公司。经过一片陈旧的厂区，似乎已经被弃用的地方，我们继续往前骑行。右侧下去是东头村。这里面可以骑的吗？看到这里有个门开着，貌似可以去到岸边的。可不可以还没骑到？不确定能不能走得通啊。难道只是一片村里的私人的地方吗？貌似好像是不通的。这里有一个亭子，这是什么？让太尉不用朝云亭。应该是一处古迹吧，江边还有这里都有亭子。天地一间屋，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所在，是一处道教的地方吗？过折流芳坡亭，这是一个古亭，鹤山市不可移动文物，2012年的时候重建的一座亭子，被保留下来的江边的一个古迹，方义之烈士永垂不朽。这里边还有一个烈士墓。好了，我到台车上去了。15军解放鹤山登陆点，看看啊，这边有一些古迹。好，现在回到道路上，继续向前骑行。
在呢，我继续沿着西江啊，向鼓楼水乡那边骑行。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路了，应该只剩了一半不到的路了吧。看看哪个地方可以拐到江边，再去看看江景。现在已经完全出太阳的天气了，体感气温应该有30度朝上了吧，所以我们到鼓楼水乡还是去休息一下。这里经过一个望江亭，然后这边就看到很多鼓楼水乡的招牌了。正好到这个更近清水地方去看看。哇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西江有个拐弯的地方吧？你看，这个水还是很漂亮的，显得还是蛮干净的。淡绿色的湖水。好，我们就从这边往前走一下。现在这条路呢还是西江大堤，你看啊，我的右侧是西江拐弯的地方，这里好像更为开阔。远处呢是连绵的矮山，这感觉是不错的。这条西江的大堤啊，连绵很长的距离啊，我不知道这一段是不是跑半程马拉松的道路啊？那应该这边景色非常的好啊，四周非常辽阔，所以我觉得跑手在这条路上跑步，应该心情会很好。我相信啊，就是这个堤岸的左下方一些低矮的地方啊，有很多鱼塘的地方呢，应该就是鼓楼水乡的一部分了。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开垦而成的土地，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养鱼，变成了水乡的景色。你看啊，左前方谢尔山啊，一层层的上去，每一层的颜色不太一样啊，你看上去是很美的，有山峦重叠的这种感觉。这边也在卖楼，央企的楼总价30多万。
看了一下地图，前方还有3.2公里到达古老水乡的路口，也是停车场啊。我觉得我的家人应该就在那边等我。我们等一会儿呢，再到这个水乡里面稍稍逛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，吃一些当地的食物。我看这条堤岸下面啊，左侧的下面也是有一条蛮宽的河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小湖啊，还是一条河，看上去有点水乡的面貌了。我看天上的乌云好像又多了起来啊，遮住了太阳光。我看这个右侧啊，江边修了一个什么纪念塔嘛。鹤山金堤这么一个纪念塔，三角形的，蛮有意思的一个塔，应该跟抗洪有关的吧。再次确认一下地图，这个过去呢还有2.1公里就到达目的地了。顺便呢，我也发了个信息给我的家人，很快我们就可以会合了。就这一段的堤岸的风光很美啊，就是在这样的马路上骑行，真的，虽然天气有点炎热，但心情是非常愉快。而且10几公里的路呢，也不在话下啊，所以这一路过来感觉非常的愉悦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一段啊，去到古老水乡的门口，看看怎么到里面去参观一番。在古代的时候啊，没有像现在那么有汽车、铁路啊等等，那这是靠船运，所以这些先人呢，如果有智慧的，他们就会选择择水而居，在水边呢，不但这个取水容易啊，农作物容易生长，更重要的呢，这个可以易货贸易啊，就通过这个水路呢，把一些农产品卖到各个地方去，同时呢，换回一些日用品。久而久之呢，某一些靠这种大江大河边上的地方啊，就成了城镇，有些呢成了城市，大概都是这么来的。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呢，以前的优势啊，现在变成了劣势，因为大家如果走公路啊，甚至搭高铁的出行更为方便啊，就原本靠水路的这种方式呢，现在基本上都不用。所以某些地方呢，就是盛也是靠水，衰也是靠水，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很难说。
这是历史发展改变的轨迹。我已经看到古老水乡旅游区，大概就在前面的红绿灯左拐就到了。哦，一只大鸟飞过去，很漂亮的大鸟。左侧就是古老景区停车场了，看看有什么地方。往前直走是去到高明的，左侧进去是华侨城，就感觉华侨城这个企业呢也在这边弄了一些景点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堤岸的马路下去啊，这里应该就已经是古老水乡旅游区了。看来呢，这边华侨城这家公司也在这边插了一脚，建了一些景点啊，还是大楼。果然这边还有一个社区啊，可能就是华侨城建的一个度假社区吧。度假公寓利达。海岛公寓，这是另外一个公寓。万国印象是左侧这个楼盘。哦，这里面还起了不少楼了。你看，两边都是楼房，貌似应该有学校。但是呢，你看我这个楼下左侧那些商铺全部都是关门的状态。这边要建一个江门华侨职业学院在右侧。这一片地方还挺大的，这一路到底能够去到哪里呢？这里已经到头了吗？居然已经无路可去了。哦，看来我还得原路返回。
在鼓楼水乡边上呢，见到有个楼盘是央企华侨城建设的，那房子呢说不清，应该也不错，各种类型的房子都有，但完全没有商业气息，感觉就像一个市场一样。那我现在呢再回出去，再回到鼓楼水乡的入口处去啊，大概呢还有700米，3分钟就可以到了。所以这段路呢是多余的，我自己拐进来看看环境。这片地方叫鼓楼通津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石头牌坊，应该是围闭起来的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收钱的呢？貌似这边是一个游乐园。从这边过去呢，还有个300-400米啊，就到鼓楼水乡的入口了。我相信我的家人就在那边等待我。今天骑了一长段路，都是贴着西江骑过来的，从江盛大桥下面一直骑到了鼓楼水乡。我已经看到我家人的车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段分享到此，谢谢大家分享和观赏，我们找地方吃饭去，拜拜。